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一周的 AI 新闻，我看完只有一个感觉，表面上是在讲 CES， 也就是消费性电子展，每年的1月呢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它不是给你看今天马上你就能买到什么东西，而是各大科技公司用来定调接下来1年，甚至是2到3年，他们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都发生在了场外。一边是 OpenAI 开始把 AI 拉进健康资料这种超级敏感的领域，一边呢是 NVIDIA 在 CES 上，它直接呢就把资料中心直接改口叫做了 AI 工厂，而 Google 呢则是默默地把 Gemini 塞进 Gmail 电视里。 Meta 那边一边秀超未来的智慧眼镜，一边又卡在了现实的产能问题上，最后还给大家加码一场 AI 圈内部的权力角力，直接就摊在了台面上。这一集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件事， AI 现在呢不只是变聪明了，而是开始碰到谁能用、谁该用、谁说了算的问题。就先从 OpenAI 那个最容易让人又期待又怕的功能开始吧。OpenAI 这次公布的 ChatGPT Health， 我认真的说啊，这可能是我近半年看到最容易让人期待又不安的一个功能了。它想做的事情呢，其实也很简单，把你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健康资料，像是检查报告、运动记录、饮食记录、医师备注这些等等，全部都集中起来，帮你整理成你看得懂的状态，不是帮你诊断，而是帮你理解。我自己呢会觉得这一步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健康呢是大多数人第一次会对 AI 说，你不能乱来的领域。你可以接受 AI 帮你写信写错一点点，但是呢你很难去接受它对健康资料的理解会有偏差。老实说，这个功能呢本身是很诱人的，因为它真的是在解一个痛点，健康资讯不是不重要，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你又看不懂。但我自己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好方便，而是这一步其实也是超危险的。因为一旦 AI 开始碰你的健康资料，问题就不只是准不准，而是这些资料谁能看得到，怎样去隔离，未来呢会不会被拿去做什么别的用途。OpenAI 目前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独立的健康区块，你要主动连接资料，不会混进一般的聊天训练里。但是不管怎样说，在我看来，这会是接下来所有 AI 公司都一定要面对的一条红线了。一旦 AI 成功进到健康，那金融、法律、保险其实就只是时间的问题。It allowed us to really feel like we have the facts and our doctor is giving us his expertise, his experience, his gut instinct. My doctor's appointments have evolved much more into action planning than they have information gathering. Come on. I think helping others is all about giving them the tools they need to help them heal, because empowered patients, they have better health outcomes. 如果你有在看 NVIDIA 在 CES 上的发表，可能呢会觉得资讯量真的是超爆炸。我帮你收成一个观察就好了。NVIDIA 现在呢已经不想只是卖晶片了，他们现在讲的是 AI Factory， 不是资料中心了，而是一整座生产 AI 的工厂。从 GPU、CPU、网络、软体、冷却、电力配置，全部都一起打包。你可以把它想成以前你是买零件自己组电脑，现在呢 NVIDIA 是直接卖你一整间可以生产 AI 的工厂。这件事呢其实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AI 的门槛呢正在被资本重新又拉高了，不是每个人都玩不起，但呢你要是想玩到最前面，你就越来越离不开 NVIDIA 的整套生态了。其实也在说一个现实了，未来真正能把AI 玩到极限的不是谁会用，而是谁撑得起来。其实最终呢会让 AI 的门槛出现一个分层，入门玩得起，但最前线只剩下少数的玩家了。 Across all of the chips, across the entire stack, all at the same time. If your throughput per watt is very good, that directly translates to your revenues. This is how we're going to get everybody to the next frontier.
to build these data centers energy efficiently and cost efficiently. We're reinventing AI across everything from chips to infrastructure to models so that all of you could create incredible applicat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ave a great CES. 接下来的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人会忽略掉，但其实很关键。Lenovo 呢在 CES 上推出了一个 AI 助理叫 Qira， 它的卖点不是多聪明，而是你在手机讲过的话，电脑它会知道；你在电脑做的事，手机呢也接得上。Qira 不是绑单一的模型，它会混用本地模型加云端模型，背后接的就是 Microsoft 跟 OpenAI 的基础设施。我自己看到这个东西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很像是 Lenovo 在做自己的半 Apple 生态系。我先讲清楚一个很多人会忽略掉的关系， Motorola 手机其实是 Lenovo 集团的一部分，所以 Lenovo 现在同时握有手机加电脑2个入口。他们推出的 AI 助理 Qira 呢，我不会把它看成又一个 ChatGPT 的竞争者，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实验。他们在测试的是，如果 AI 知道你在手机上干嘛，也知道你在电脑里干嘛，那体验会不会突然变得很黏？这其实呢是在尝试做一件 Apple 很擅长的事情了，但用 AI 当了核心，而不是像 Apple 一样用封闭的系统。我自己就会觉得这种跨装置的 AI 短期内呢不一定很惊艳，但是长期呢会非常难离开。只要你用 Motorola 的手机加 Lenovo 的笔电，你就会开始舍不得去离开了，因为它让 AI 助理正在变成了新的锁人工具。再来看看 Google 这次对 Gmail 的 Gemini 更新，不是一夜之间全开，而是非常刻意的用了3层方式在推。首先第一层呢，我就认为是账号的等级。目前 Gemini 深度整合了 Gmail， 主要是先开给 Google Workspace 付费方案，或者呢是部分测试的账号。一般个人的账号呢会分批、分地区，还有分时间再慢慢推。第二层就是功能等级，不是所有 Gemini 的功能一起上，而是先从总结信件、帮你捉重点、辅助回信这种低风险的功能去开始，像是自动决策、自动建议，目前其实还是很保守的。而第3层，我就认为就是使用情境了。Google 很清楚一件事 ，Gmail 呢是不能出错的地方。如果 AI 一次帮你总结错了重点，或者呢漏掉了一封关键的信件，信任感呢就会直接归零。所以 Google 现在的策略很像是 AI 可以帮忙，但是不能抢方向盘。但这里我反而想讲一个更深一层的观点了。一旦 Gemini 开始帮你决定哪些信重要，哪些可以先不看，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而是在帮你管理你的注意力。长期来看，你会不会慢慢只看 AI 帮你整理好的事件呢？那些不被 AI 判定重要的资讯，是不是就会自然的消失掉？感觉这不是阴谋论哦，而是一个很真实的使用习惯转移。What was the Italian restaurant we went to last year in New York? It was Trattoria Altastrat for your birthday dinner with Gene. Shall I pull up more info?
如果说 Gmail 呢是在管理你的资讯，那 Google TV 这一段就是在管理你的选择了。这次 Google 把 Gemini 放进 Google TV， 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不就是语音控制电视吗？但我觉得真正的关键不在控制，而是在判断权。以前你跟电视说帮我找电影，它就只是帮你搜寻。现在你说找一部适合全家看的，那这个时候 Gemini 就必须帮你去判断了，什么叫适合呢？年龄、气氛、节奏，你以前看过什么等等。这代表了一件事， AI 开始站在你跟内容之间了。短期你会觉得很方便，但是长期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你越来越少的去乱逛乱试了，而是一直被喂你可能会喜欢的东西。这对平台来说呢是个好事，但是对使用者来说，世界会不会变得比较窄呢？这也是我会觉得接下来会开始有人讨论的地方。 AI 推荐会不会慢慢变成新的演算法黑箱？ We're moving to Houston in a couple of months. What neighborhoods would you recommend? Consider Sugarland, The Woodlands, and Katy. Hi guys, and welcome to another. 讲到 Meta 的这副 Ray-Ban 智慧眼镜，我其实想先说一个重点，它这次呢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了现实世界。很多人只看到了新闻里面写 Meta 暂停了国际扩张，但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原因其实也很直接，卖得比他们预期的快太多了。Meta 原本呢是用小众科技产品的规模在备货的，结果呢实际市场反应完全不一样。这副眼镜不像 Apple Vision Pro 那样是展示型的产品，它是真的是让你会带出门，带一整天的东西，所以需求一下子就爆开来了。但是问题马上又来了，眼镜不是 App， 它不能呢今天爆火，明天就多开一条产线。原本这种传统眼镜供应链，镜框、镜片、组装、校准，每一个环节呢都很慢，再加上里面还塞了镜头、喇叭、感测器、AI 模组，良率跟交期本来就是很难拉高的。所以 Meta 呢不是不想推到更多的国家，而是很现实的发现，现在一口气扩张只会让已经买到的人等更久，体验感变更差。这其实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AI 硬体真正的瓶颈呢已经不在模型，也不在算力，而是在你能不能用传统制造业的速度支撑出 AI 的爆炸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Ray-Ban 这副智慧眼镜是目前最接近真正大众市场的 AI 穿戴装置，不是因为它最炫，而是因为它已经碰到现实世界会出现的问题了。Watch me go. 最后的这段呢，我想把背景讲清楚一点，不然真的是很容易大家听不懂他在吵什么。这个 Yan 是谁呢？他是深度学习的3大奠基者之一，而且呢，他在 Meta 当了非常多年的首席 AI 科学家，代表的是研究派、长期派那一边的。他最近呢就对 Meta 有质疑了，其实不是情绪发言，我感觉，而是很明确的在讲一件事：现在整个 AI 圈太急了。他认为现在很多公司，包括 Meta 自己在内，都太快的把重心放在了产品化、商业化、追逐声量，而不是在解真正长期的 AI 问题，像是推理能力、事件模型、真正的理解，而不只是更大的模型。他讲的最直接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把会生成文字误当成了真的懂世界。而为什么这件事会变成一个新闻呢？因为 Meta 现在的策略明显是站在另一边的，大量推出产品、眼镜、助理、平台整合等等，把 AI 快速的塞进使用者的生活。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内部吵架，而是一个整个 AI 产业都在面对的冲突。到底是要慢慢的把地基打稳，还是先冲产品、冲市占、冲生态？我自己呢会这样看待这件事哦。Yan 呢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他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他在提醒一件事情：当 AI 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现实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能只问能不能卖，也要问一问懂不懂得自己在做一些什么。
所以把今天这一集呢拉在一起看的话，我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AI 已经不是在比谁比较厉害，而是在比谁更早的进到你的生活，也更早的去承担起了责任，进到健康，进到信件，进到客厅，进到你每天戴在脸上的装置。这些地方呢，如果一旦出错，代价都不是不好用了，而是不被信任。接下来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模型的大小，也不是算力了，而是谁能让你安心的把决定权交出去。那好，今天这一集呢就讲到这里，记得帮我按赞、点订阅、开小铃铛，我们呢下支影片再慢慢聊。まだあったんだスーパーファミコン実家の押し入れの奥に赤いランプはまだ生きていた手のひらだけが子供に戻る僕は無敵の戦士だったロック城の中世界救う強くなってく技も武器も弱い心を隠すようにラスボス倒せたあの頃の俺今は上司に勝てないままレベル上げだってめんどくさくなってリセットできたら楽なのにな兄ちゃんと二人で RPG 父さんが買ってくれたんだ母さんのご飯よは聞こえないふりで夢中だったんだ強くなりたいって画面を見つめる今は一人で隣に兄ちゃんいるみたいでセーブはできないだから明日も負けながら行く俺の冒険あの頃の声が今も聞こえる大丈夫だって勇気くれた離れ離れでも進んでいける負けながらでも